这是你印象中的印度，但你知道吗？这里就是小印度，干净漂亮的印度佛寺，色彩炸裂的象神庙。这个大胸肌又是谁？印度人买花圈要干嘛？超市这么多桶子装的居然是……还有印度小哥推荐的茶和甜点居然跟我想的不一样。走，跟着小叶丽一起跳脱观光客路线，独闯马来西亚隐藏的印度灵魂。现在出发啦！呜呼，欢迎来到马来西亚。我们来到玩耍人生的第一站，也就是吉隆坡的15杯小印度。这里超妙的哦，因为它是一条身体和灵魂的欲望街。早期英国还在殖民的时候啊，引进了很多印度还有斯里兰卡的工人来这边盖铁路。那异乡打拼中很多身心俱疲的时候嘛，于是酒精啊、毒品、色情这种各种身体需求的8大行业它就开出来了。而且这些印度的移民他们把家乡的神也搬来了哦，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一区其实有很多的印度庙佛寺都是他们心灵需求的一个寄托。那所以这一区其实还有一种冲突感，就是有人是追求心灵升华的，但同时有人是沉迷在肉体的快感里面。不过近年马来西亚政府有一个都市再生的专案，他把火车站搬来15杯这边变成现在的 KL Central， 所以这一区它变安全了，也可以看到很多知名的饭店还有博物馆都在这边哦。接下来我们来到15杯的锡兰佛寺，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当初印度移民跟英国政府要了这2英亩地来盖这间寺庙，至今刚好满150周年咯。一进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莲花喷水池，这代表着出淤泥而不染。所以你看他们在走进去的时候拜拜还需要脱鞋，其实整个气氛是瞬间安静下来，超级宁静的。这里不只有法会，还有办佛法课、卫赛节游行，甚至还有菩提树下的课程、母亲节庆典、帮考生祈福等等的。我觉得这边根本就像是一个社区疗愈中心一样。大家看，我身旁是另一座印度的新都庙，它主打的是帮人清除障碍的象神。你想啊，大象是不是超有力量又超级稳的？所以象神就象征着，不管眼前的路有多难，都能够帮你一把推开，一脚踏平。门庙上这座有超多颜色的是他们的神圣塔门，也就是南印度庙的标志，代表着从人间走进神域的第一道结界。但最酷的是，它的颜色居然跟身体的能量有对应耶！从下往上看，红色底座就像是我们的生命根基海底轮，而在中层的绿色与蓝色代表着我们打开心轮跟喉轮，让爱自然的表达、自然的流动。最后白色跟金色顶端直达天际，象征着顶轮全开，灵性觉醒，智慧爆发。那整座塔根本把我们的人体的能量系统直接用建筑盖出来，真的超酷的。印度人在庙前都会砸椰子，代表着打破自我的执着，回到纯净的内在。接下来我们要赤脚踏进印度的神圣领域啦！脱鞋不只是规矩，更是一种放下，让脚底感受大地，准备进入一个能量全开的状态。你看这尊杜尔加女神，她是印度神话里的战斗女神，专门对抗恶魔。她那么多只手打的不是恶魔，而是我们心里的恐惧、执着和欲望，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是把自己的心先安顿好。女神戴这个大鼻环超吸睛的，这在印度文化中叫做 Nath， 就像我们的玉手镯一样，是圆满吉祥的一个象征哦。特别是传统上已婚女生戴大鼻环，未婚的则是戴小鼻环，这都代表着女性的能量。所以鼻环通常都在左边，代表着月亮、直觉跟我们内在的温柔哦。你们看，每个柱子上都有一座神明，这根本是神界的明星墙的感觉，超像走进3D 版的印度神话漫画的。其实这个概念跟我们华人庙的龙柱门神很像，都是把信仰镶进每天的生活场景当中。不过印度庙最酷的是，这些颜色根本就不是随便刷的，都像我们刚刚聊的一样，有身体的能量密码。但最特别的是，这里视觉明明这么鲜艳强烈，气氛却非常的平静。
不由自主的就想要慢下来，身体也感觉有一点放松。这时候真的会觉得神明跟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在一起的。大家快看，这位就是南印度庙的传统祭司，他裸露上半身，穿着橘色的腰部，肩上那条白色的线是婆罗门圣线，代表他受过训练，可以帮大家直通神明。祭司的工作就是带大家完成整套的祭拜流程，像是点灯、诵经、献花果，最后还会把神明加持过的祝福食物让大家一起带回家哦。你看，这个小油灯代表着光明战胜黑暗，而他们拿的香是短短一支，15分钟就会烧完的。那因为在印度教里面，祭拜重视的是当下的专注，而不是烧多久。那他们的愿望会随着这个烟慢慢的飘上去，所以星辰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而这个呢，跟印度人的处事风格，我觉得好像啊，像他们开会的时间很弹性啊，聊天会直接切入啊，连按喇叭都是一种热情的沟通。因为我之前跟印度人一起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经历了不少的文化冲击。这里就是小印度最热闹的主干道三板端路，而这个名字就是马来西亚独立之父的名字哦。路上这两大排的彩虹拱门，其实就是南印度庙的回廊，代表着从平凡街道过渡到神圣空间的概念。他们这个就好像是我们把庙门连接到大街上一样，那他们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把信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我来的这时间点其实很早，他们已经在街道上开始摆摊要手吃早餐了。现在是早上10点，其实很多店还没有营业，但马路上已经开始塞了。这双鞋叫 Juti， 是印度古代的皇家御用鞋，鞋头翘越高，代表离神明越近。而且这是男生款的，所以比较肩长帅气。它没有分左右脚的哦，要慢慢穿，天天穿才慢慢变成最合脚的形状。印度耳环叫 Jhumka， 而这样的设计是来自于印度寺庙塔顶的那个圆形结构，代表一个神圣和圆满。旁边这个就是印度结婚的时候新郎会戴的帽子，叫 Safa， 就像一个荣誉还有责任的感觉。这些不是裙子哦，而是一整块长达6公尺的布，这就是印度女生的纱丽，只要缠一缠就会变成她们的华丽礼服。江江，我们来到印度庙附近都会有的花环市场，他们的庙旁边也会有很多这种卖花圈的摊贩。那像台湾拜拜通常是带饼干、水果，印度则是带一整串的鲜花，所以这不是给人带的，是献给神明的哦。最常见的像是茉莉、玫瑰，还有万寿菊。那短的花环通常是供奉在神像上，或者是挂在神坛前面。长的通常是比较大型节庆啊、神像游行，或者是比较特别重要的祭祀。但好像有一些也会拿来装饰他们的庙。跟大家一起来逛一下印度的超市。印度超市最常见的饮料粉有分为2种，一种是咖啡控必喝的 Brew， 它放了咖啡跟菊苣，所以它的口感是比较浓厚，但是会带一点酸和苦味。
另一个就是 Horlicks 好立克，它是一个麦芽饮料，就像台湾喝阿华田一样，只是没有这么巧克力味，更多的是麦芽味。那印度爸妈超爱买给小孩补营养喝的，其实香港人也爱喝 Horlicks， 所以在港式餐厅也可以看到，我之前超爱喝的，嘿嘿。我看到这排金属桶立马就被吸引到了，因为里面装的不是糖果饼干，而是满满的豆子、香料跟谷物。对于印度人来说，香料不只是调味，更是身心灵的调剂。像是姜黄啊，能够抗发炎，让我们不要累积太多的压力跟生气。孜然可以帮助消化，就像帮助我们消化坏情绪一样。难怪印度人总是看起来这么的 chill。感觉印度人就是神秘又带一点疯癫，然后又带一点身心灵的那种滋养的那种灵魂。越把他们的文化看进去，越感觉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在印度的超市里啊，除了日常用品外，他们很神奇的还会卖很多神像。印度人因为过去经历了殖民、贫穷、疾病和战争，有各式各样的外在的环境总是不稳定、不可控的。所以他们更加依靠神来找到内在的安全感。那宗教在印度文化里面已经不只是信仰了，而更加的是社会运作的核心。因为他们的神不只是在神明桌上，也不只是在庙里面，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无所不在。他们出门前要默下象神，祈求排除障碍啊，生病要点油灯，婚礼、考试、开店也都要先拜神。他们看起来是透过神来给予自己力量，唤醒自己心中的一个勇气。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以为是神才能够给我的，但其实那些早就在我内心里面已经有了。只是我小看自己了，常常觉得自己做不到，不可能。但其实力量早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了。我请这位印度小哥推荐我一下要吃什么。他推荐我喝 No More Tea， 但其实里面就是含了奶的奶茶。你看这边有刚刚超市看到的 Horlicks， 还有 Brew 咖啡。然后他还推荐我这个 Pudding Cake。好，就都按照他的推荐来。印度小哥这一顿操作看起来很好喝耶。而且吉隆坡这里看起来的都比较干净卫生，可能和印度当地的都不太一样，所以可以放心的试试看哦。哇，来啦，这就是我的印度早茶，印度奶茶。哇，看起来很赞呢。但这个是布丁，我以为会像是统一布丁那一种，结果不是。咬一口之后发现是比较松软的蛋糕，不会特别甜，而且不会吃起来很干。奶茶喝起来是那种奶味和甜度都比较重的7分糖奶茶，像是路边有很多这种玛莎拉蒂，就是加了各种印度香料的，我觉得它层次应该会更加的丰富一些。下次要来试试看。透过马来西亚让我重新认识了不一样的印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呢？你以为玩转人生旅行结束了吗？还没。下一集马来西亚当地人带我们直接收割各种道地的隐藏版美食，记得点赞订阅锁定我的频道哦。